你好，我阿里。我上一期节目啊，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最近这个暴跌的原因啊。当时我说这个宁愿看着这个 Luna 和 UST 归零啊。那么现如今 Luna 是真的是要归零了。那么截止到我准备这期节目啊，Luna 的这个价格呢是 0.015 啊，UST 呢是 0.13 啊，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反弹目前。而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啊，也是被崩的这个七零八落啊。虽然目前有反弹，但是后市的走势依然是云里雾里啊。目前所有的指标都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来分享一下啊。那么第一部分就是 Luna 的倒掉啊，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我们结合历史上发生过的门头沟交易所事件，以及这个以太坊被盗导致的硬分叉事件对比来分析一下。第二部分呢，我们分析一下后市到底该怎么操作啊？虽然今天有反弹，但是后面的走势依然是非常的迷茫啊。我大概呢分两个思路跟大家来分析啊，也就是依据后面即将出现的两种情况，配合呢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啊。第一，那如果是真的要熊个1年半载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尤其是刚刚进圈的小伙伴们啊，刚进场呢就吃了一闷棍。那么第二种呢，如果依然有行情啊，应该怎么去操作？那么在讲解之前，首先声明一下以下所有的内容纯属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啊。如果你认同呢，请继续观看；不认同呢，请自觉离开。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啊，这两天有朋友找我聊天，提到了2014年的门头沟的暴雷，以及2016年的以太坊被盗的事情啊。说实在话，这两件事情我都不是特别的熟悉啊。那么跟我朋友聊天聊到这两件事情之后啊，那么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两件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啊。那么说这两件事情对市场的走势也是给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呢，时间过去几年之后，大家再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是积极意义是大于消极意义。那么我接下来简单的提一下这两件事情啊。如果你对整个事情这两件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了，那么可以跳过去直接看结论这个门头沟呢是这个 MT.GOX， 就 MT。GOX 它的中文的译名，而 MT.GOX 呢是位于日本东京的一家比特币的交易所这家交易所呢在2010年就开始开展了这个比特币的交易服务，属于非常早期的这个交易所了，是最早参与这个比特币的平台之一啊。由于其参与早，竞争对手少，当时呢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它的交易量呢占据全球的80%之多门头沟的用户呢基本上就涵盖了全球50%以上的比特币的玩家。当时很多早期的中国的比特币用户也在这上面做交易。门头沟可谓是一时的风光无限，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的2月份，门头沟就申请破产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呢，他在这个2010年到2014年的将近3年的时间丢了85万枚的比特币其中呢只找回来了20万枚，将近65万枚的比特币丢了。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价值呢，大概在200亿美元。那么交易所呢进入了这个破产清算，所以说大部分的这个用户一夜之间倾家荡产。14年门头沟暴雷之后比特币是从13年年底的最高点跌去了70%，然后呢就开启了3年的漫长的熊市基本上是到2016年的下半年才逐渐的恢复，到17年才突破了一个新高。而在2016年的6月17日，牛呢刚刚抬头，就发生了另外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也就是这个以太坊最大的募资项目 The DAO 被盗由于当时这个 The DAO 的这个合约中出现了漏洞，导致了大约360万枚以太坊被盗取。那么基于合同的这个设计方式呢，那么这些资金在转移之前要经历28天的冻结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太坊实施了硬分叉开发团队得以迅速的采取行动，反击黑客的攻击，收回了资金。然后呢，团队提出了 ERP779， 令每个人呢都可以从这个DAO的合约中提取自己的 ETH 如果说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么某个人呢将拥有当时以太坊总供应量的 4.4%。 那么这个提案呢将以太坊社区呢也是分为了2个阵营。第一个阵营的人呢是对开发团队采取的行动非常满意这意味着这个开发人员吸取了教训，如果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可以妥善的应对。那么第二个阵营呢则不赞同
这一次的以太坊的分叉，他们认为网络的更新损害了其去中心化的特质，他们认为加密货币要想真正实现去中心化，开发团队就只能顺其自然，就是说你被盗了就被盗了啊，要认。他们认为一旦开始采取行动呢，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危及这种加密货币的未来。那么最后啊，大家也都看到了，开发人员决定实施硬分叉，而旧的区块链则被称为以太坊经典，也就是今天的 ETC。这个门头沟交易所被盗和以太坊 The DAO 被盗而导致的这个硬分叉，都引发了社区很多的思考和讨论。门头沟从根本上引导了这个社区摆脱中心化交易所的控制从那个时候开始，加密货币原始的用户对私钥有非常强的这个执念不相信任何的中心化的机构，所以你会听到很多老韭菜，尤其是那个年代出来的老韭菜，都是把这个币提到自己的钱包，而不是放在交易所。也正是在这个思潮的引导之下 ，DeFi 的雏形的应用才开始的慢慢的出现。The DAO 的事件和今天的这个 Terra 的这个事件一样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包括这个 The Code is the Law。和这个去中心化治理的质疑，以太坊社区呢也是一分为二。那么这几天发生的这个 Luna 暴雷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些资金盘的套娃的行为呢是非常不可靠的。算法稳定币呢，它毕竟呢不是稳定币，也导致了很多朋友不再相信山寨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轮的暴跌，山寨币的跌幅呢是远远大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也正是因为 Luna 的暴雷，让我们看到加密货币市场其实还是处在非常早的前期，市场呢远远没有到达成熟的层次，市场还在不断的试错，但是试错的代价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Luna 呢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其实是为整个币圈回归真正的价值投资铺平了道路。所以我认为呢，虽然血流成河，但长远来看 Luna 的倒掉的积极意义是大于消极意义的。目前这个市场呢还存在大量的庞氏骗局，普通的用户不仔细分辨根本就无法看得出来。如果真的到了市场不好的时候不妨大家沉下心来，多看几个优质资产的这种白皮书，多读几本书。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聊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情况也就是目前非常主流的声音，他们的判断依据呢是目前这个美联储在加息的周期当中当然了，还有这个6月份即将进行的缩表，如此的操作一番，整个市场势必会缺钱必然会联动币圈的动荡继续下行我们先不去判断这个说法的对错我们先来聊一下，如果币圈真的是继续往下行该怎么办。好，那么首先呢，如果你已经不想做了，那最简单就是清仓呢，换成法币离场。还想继续做的话，那么必要的信仰呢是一定要有的不是说对山寨币的信仰，而是对这个大饼二饼的信仰比特币和以太坊这两个币呢已经被加入了这个标普500指数，很多华尔街的机构都会配置，所以相对其他山寨币来说，这两个币归零的风险呢是目前最低的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比特币是什么，比特币解决了这个世界的什么痛点，为什么会在10几年之内涨了数百万倍另外这个以太坊是什么，它到底弥补了比特币的哪些缺点，以太坊能够实现什么功能等等等等吧。那么这里推荐一本书给大家看就是比特币本位，写得非常好那么我在前面的一些节目里面也引用过一部分，但是呢整本书呢并不长如果说还有朋友觉得看书比较有困难，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会抽时间呢把每一章的精华提炼出来，然后做成短视频的形式分享给大家。那么以上提到的这些知识点呢，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那么重点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首先呢我们不能去预测，也无法去预测这个底部我在去年的很多期节目里面提到过一个这个999的抄底指标这是一个叫AHR999这一个博主他提出来的这个抄底指标目前他的微博呢已经被这个枪毙了。那么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指标呢，目前的这个点位呢是非常适合定投的定投的钱呢一定是平时不会用到的，那么这样才能坚持下去不要你定投了一阵子之后突然急需用钱，导致了前功尽弃。
那么定投的好处呢，就是均衡这个价格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指标，在 0.45 到 1.2 之间都是非常适合定投的。那么当前的指标大概在 0.5 左右，当这个指标超过 1.2 的时候就要停止定投。那么我本人在选择定投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同时呢，还增加了一个 link。那么关于 link 我之前呢也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定投一旦到了牛市行情的中期的时候，是一定要落袋为安的啊，一部分资金。那么这部分资金要等这个指标继续落到这个区间的时候啊，再次的定投起来，滚动起来。那么我知道说到现在肯定会有朋友说，这个太难了啊，确实是非常的难，非常的反人性。但是呢，你如果连自己的这一点人性都无法克服、无法战胜的话，那么财务自由呢，根本就基本跟你没啥关系了。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第二种情况啊，如果目前的这个反弹行情继续的话，我们该怎么操作？那么这个话题啊，我昨天晚上在会员群非常详细的讲解过了。那么在这里不妨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这个论调啊，在目前是很难站住脚的，原因呢就是目前的大环境不好持有这种论调的到今天为止几乎都闭嘴了。那么我们就把它当做一种小概率事件来讨论啊。如果呢，是吧？如果在今年这个年内有一个年度的新高，那么这个新高呢，必然会触发很多小范围内的这个逃顶的指标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指标呢，就是江卓尔它的这个60天的连续累计涨幅指标。如果比特币从昨天的这个最低点25000左右一口气涨到了5万，那么60天连续的涨幅如果超过了 100%， 基本上就触发这个逃顶的指标了，到时候大家就要逃了当然了，很多指标在关键的时刻呢，只能作为一个参考。那么我后面还会继续挖掘更多的指标，把这些指标呢全部的都统一的联合的一起看呢，就可能会更准一些那么比如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USDT.D 这个指标那么可以把它判断底部，那么也可以反向的应用作为一个逃顶的指标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频道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